你敢信吗？这张照片差点成了美国宇航局历史上最昂贵的遗照。有人质疑美国登月是假的，因为登月舱的脚印太浅。但我想告诉你，打破质疑最好的方式不是打嘴炮，而是看他们为了救回3条人命，到底敢付出多大的代价。1970年，阿波罗13号发射升空，这本来是一次哪怕失败了也没人在意的例行公事，最后却演变成了人类航天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太空大逃杀。3个大活人被困在一个爆炸的铁罐子里，距离地球30万公里，没电、没水、没氧气。今天带你重回那个窒息的4月，看看人类是如何用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在死神的镰刀下抢回那 0.1% 的生机。把时间拨回到1970年4月11日，哪怕你对机械一窍不通，当你看到那台土星5号火箭时，你也会感到一种巨物恐惧症般的震撼。这玩意儿有多大？110米高，相当于30多层楼，自重3000吨，起飞推力大到能引发微型地震。它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巅峰怪兽，比咱们现在的长征5号还要猛上3倍。坐在里面的3个倒霉蛋分别是指令长吉姆、飞行员杰克和驾驶员弗莱德。说实话，那时候美国人有点飘了，阿波罗11号、12号都成功了，大家觉得登月就像坐公交车一样简单，也就是这种傲慢埋下了祸根。发射初期一切顺利，火箭像一把利剑刺破苍穹，但有个细节特别讽刺，就在他们准备把登月舱从火箭里掏出来的时候，操作员杰克手心里全是汗，因为他是替补，原定的飞行员因为可能接触了麻疹病毒被临时换下，杰克临危受命。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倒霉的替补最后竟然成了拯救全员的关键先生。对接成功，飞船平稳入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甚至在飞船里开起了玩笑。然而死神已经悄悄拔掉了手雷的拉环。飞行第3天，距离地球32万公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震彻了整个飞船，警报声像疯了一样尖叫，控制台上的红灯闪得让人眼瞎。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仪表坏了，或者是被陨石砸了一下，直到吉姆看向窗外，他说了一句让地面指挥中心全体起立的话：我们在向太空喷射气体，那不是气体，那是他们的命，液态氧。这里得给大家科普一个硬核知识，阿波罗飞船用的是氢氧燃料电池，液氧和液氢反应不仅产生电，还产生水，顺便提供氧气。也就是说，氧气灌炸了，意味着飞船没法呼吸，没水喝，也没电了。看着主电源 B 的读数瞬间归零，电源 A 也在疯狂掉电。吉姆明白，别说登月了，这艘飞船现在就是一口正在漏气的金属棺材。这时候地面指挥中心下达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指令，关闭所有燃料电池的阀门。这意味着彻底切断服务舱的动力，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吉姆的手在颤抖，但他必须关，因为不关漏气会把飞船炸得粉碎。关了，服务舱就彻底报废。那一刻3个男人的登月梦碎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原始的恐惧，怎么回家？他们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弃船逃进登月舱。原本设计只能让2个人待2天的登月舱，现在要塞进3个人，还得撑4天。这就像让你开着一辆奥拓去拖一辆报废的大卡车，还得在高速上开回家。更要命的是，登月舱启动需要3小时，而他们手里的电只够用15分钟。在这15分钟里，他们必须要把服务舱里复杂的导航数据人工手算，并输入到登月舱里。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一旦算错一个小数点，飞船就会迷失在浩瀚的宇宙里，成为一颗永恒的太空垃圾。好不容易转移到了登月舱，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怎么掉头？直接掉头是不可能的，副舱的主引擎大概率已经坏了，一点火可能就炸。唯一的办法，绕月飞行，利用月球引力把飞船甩回地球。这意味着他们将与其梦寐以求的月球擦肩而过。当飞船绕到月球背面，
看着那坑坑洼洼的月面，吉姆心里五味杂陈。那是他毕生的梦想，现在近在咫尺，却只能用来当作逃命的弹弓。绕过月球后，真正的地狱模式开启了。第一关，寒冷。为了省电，他们关掉了所有加热器，飞船里瞬间变成了冰窖，温度降到0度以下，火腿肠冻成了冰棍，墙壁上全是霜。弗莱德发起了40度的高烧，在极度的寒冷和恐惧中瑟瑟发抖。第二关，窒息。登月舱的二氧化碳过滤器饱和了，警报再次响起，如果不解决，他们会被自己呼出的废气毒死。地面上有备用的过滤器，但那是方形的，而登月舱的接口是圆形的，这简直是好莱坞编剧都不敢写的桥段，用方块丢圆孔。地面的工程师们疯了一样找材料，飞行手册的封皮、袜子、胶带，最后他们硬是用一堆垃圾拼凑出了一个奇丑无比但能救命的空气净化器。当新的装置装上去，二氧化碳数值下降的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呼吸声。你以为这就完了？老天爷还要给他们加难度。由于没有重新校准导航，飞船回家的角度偏了，如果不修正，他们要么像打水漂一样被大气层弹回太空，要么像流星一样直接烧成灰。但是导航电脑为了省电已经关机了，吉姆必须手动驾驶，没有电脑辅助，没有雷达锁定，他只能透过窗户用肉眼盯着地球的边缘，凭感觉控制喷气口。这操作难度相当于你闭着眼睛把一颗黄豆扔进10米外的可乐瓶里。这是赌上性命的几十秒，吉姆死死握着操纵杆，另外2个人帮他读秒稳住姿势，万幸他们做到了。在太空中拼命的同时，地面上有一个人也没闲着，就是那个因病被替换掉的宇航员肯。他把自己关在模拟器里，几天几夜没合眼。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在这个电量几乎耗尽的飞船里找出一套能让指挥舱重启的流程。平常这个启动过程需要几十安培的电，但现在只剩下甚至不够开一个灯泡的电量。肯试了一次又一次，在黑暗中摸索每一个开关的顺序。终于在最后关头，他搞定了一套堪称奇迹的重启方案。他把这个方案念给天上的兄弟们听时，声音都是哑的。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再入大气层，他们抛弃了服务舱。那一刻，他们才透过窗户看到真相，服务舱的一整面外壳都被炸飞了，哪怕只要有一块碎片击中了隔热盾，他们现在已经是死人了。紧接着抛弃救了他们命的登月舱，看着登月舱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那种感觉就像是看着战友牺牲。返回舱冲入大气层，也就是著名的黑障区。由于高温摩擦，无线电会中断3分钟，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3分钟过去了，没声音。3分30秒，还是没声音。指挥中心的人脸都白了，所有人都在想，是不是隔热盾裂了，是不是角度错了。直到第4分钟，耳机里传来了吉姆那略带疲惫但无比坚定的声音：休斯顿，我们收到了。那一刻指挥中心沸腾了，那不是欢呼，那是死里逃生的咆哮。阿波罗13号没有带回一块月球岩石，没有完成任何既定任务，但在航天史上，它被称为星星最成功的失败星星。事后调查发现，那个爆炸的氧气罐竟然是个2手的，而且在运输中摔过。一个微小的疏忽，差点葬送了3个顶尖人类。吉姆老爷子后来活到了97岁，前不久才刚刚去世。他在采访里说，我抬头看月亮，觉得它不再是石头，而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梦。这次事故告诉我们，人类在宇宙面前是如此渺小，一个小小的阀门就能让我们灰飞烟灭。但人类又是如此伟大，我们可以用胶带、袜子和永不放弃的大脑，从死神手里抢回同伴。这不仅是美国的故事，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勇气赞歌。如今，中国的载人登月计划已经定档2030年，我们要去的不只是月球，更是人类探索精神的下一站